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8月5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听故事，然后在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单词、语法，而且还可以一边听有趣的故事。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我。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支持我的工作。1个月只要2美元，一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了。好，那么老师看到很多喜欢听故事的同学，有 Alexander 艾云，还有这个佩霞、裴静南武，欢迎大家。今天老师要讲一则中国的民间故事，那么这则故事是家喻户晓，大家耳熟能详，每一个母语者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有1-2千年了那这个故事呢，是跟秦始皇有关系的故事，所以我们来看看故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月莹 Henny 还有慧君 Melly 还有这个对孟姜女哭其实呢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台湾叫女主角女主角是孟姜女，其实这个故事的全名叫做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你们知道万里长城对不对？在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古迹，名胜古迹叫做万里长城，所以这个故事的全名叫做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好，那这个故事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名。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孟姜女她为什么要把万里长城给哭倒了。好 OK， Hello 恩美 Benny 雅玲，好 OK， 好，欢迎大家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从前有个女子叫孟姜女，她聪明温柔，和丈夫非常相爱。好，孟姜女很聪明而且很温柔。什么叫温柔？她不会骂人，她对人很体贴，对人很好，温柔。希望你们是个温柔的女性，温柔的男性和丈夫非常恩爱。这里有一个词汇叫恩爱，恩爱呢就是非常非常爱对方，一定要用在夫妻上面一般用在夫妻而已，不会用在别种的关系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哇，这对夫妻很恩爱。所以恩爱通常用在已婚的、已经结婚的，就是夫妻身上这个形容词不要乱用。你不要说哇，他们好朋友很恩爱，朋友绝对不能用恩爱，一定要用在夫妻上好，他们新婚没多久，丈夫就被官兵抓走了，送去修建长城。好，什么叫新婚？新婚就是刚刚才结婚如果你跟你的爱人，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结婚不超过3个月，我觉得都可以说是新婚。他们新婚没多久，刚刚结婚没有多久，丈夫就被官兵。什么叫官兵？官兵你们知道军人对不对？ Soldier。 官兵就是以前我们说军人的方式，以前怎么说军人？我们说官兵所以官兵就是古时候的军人，古时候的军人相亲相爱也可以恩爱跟相亲相爱是可以的，没问题。
两个都很好用，两个都很棒啊，两个都可以用来形容非常相爱的夫妻啊，可以。好，丈夫就被官兵，好，老师再说一次，以前的军人叫做官兵，或者你可以说是以前的警察吧，啊，以前的警察或军人，我们可以叫官兵。好，抓走了啊，送去，抓走之后送去修建。好，修建就是 to build， 去盖长城。那个时候长城还没有盖好，需要非常多的人去盖长城，去建长城，所以丈夫被官兵抓走之后送去建长城 to build the Great Wall。 好的，我们再往下看。那时皇帝想修建万里长城，需要很多工人，不管百姓们愿不愿意，都会被抓去。抓去哪里？抓去修建长城。好，那个时候的皇帝应该是秦始皇吧，应该叫秦始皇，皇帝 Emperor 想要修建万里长城，需要很多工人，因为你们知道万里长城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建筑，需要很多工人才能够盖好。不管 no matter， 不管百姓愿不愿意，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会被抓去。你不愿意，我还是要把你抓去。好 OK， 百姓就是 citizen 好，百姓就是一般来讲，百姓就是不是官员，他也不是皇帝他是一般人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许多年过去了，孟姜女一直没收到丈夫的消息，她很担心孟姜女很担心她的丈夫。好，她的丈夫被官兵抓走之后，送去修建万里长城。好多年过去了 many years passed by， 很多年过去了，孟姜女一直没收到丈夫的消息，丈夫没有写信来，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不能够传简讯，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那个时候也没有脸书，也没有 YouTube， 所以孟姜女很久了，连信都没有收到。孟姜女很担心她的先生Nikita， 欢迎 Nikita 好的，那你看孟姜女跟她的丈夫才刚刚结婚，他们又要分开了，分开过了好几年，孟姜女一直不知道丈夫怎么了，没有收到丈夫的信，也没有收到丈夫的 email， 也没有收到丈夫的电话，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冬天来了，孟姜女亲手做了冬衣，准备去北方找丈夫。好，那各位同学，冬天来了，冬天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冷？孟姜女会想到她的丈夫，她在长城那边工作，不能说工作了，她在长城那里做苦力这个我们中文可以说做苦力。做苦力就是做很辛苦的事情，特别是 physical work， 身体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做的工作。她的丈夫去北方做苦力，那孟姜女会想，冬天到了，我先生会不会觉得冷？我先生会不会觉得累？所以孟姜女亲手自己做的，亲手就是自己做亲手做就是你自己做。比如说你会做蛋糕的同学，你可以亲手做蛋糕给理查老师吃对不对？
那孟姜女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她们的衣服都要自己做，对不对？那个时代的女人衣服都要自己缝自己做，所以孟姜女亲手她自己做了冬衣，冬天穿的衣服叫冬衣好，准备去北方找丈夫，因为她太思念她的先生了，她太思念她的丈夫了，所以她不能再等了，她准备 prepare ready to 准备去北方，万里长城在北方好 the north 找她的丈夫，她没有办法再等了，好几年过去了，先生一封信也没有寄来，所以孟姜女准备自己去找她先生好，孟姜女走了很久，吃了很多苦，她到了长城后却找不到丈夫。好，孟姜女她住在南方，她要去北方，这个路途非常遥远，她要走好几天的路才能够到长城。孟姜女走了很久，吃了很多苦。好，特别记得这个词汇吃苦，吃苦就是 suffer， 吃苦就是你遇到很多困难，然后你遇到很多挫折，然后很不容易完成的事情你要经历非常多的挑战跟困难，这种状况就是吃苦吃了很多苦，他在路上可能没有钱，他在路上可能没有吃的，没有水喝，他必须要想办法，他吃了很多苦好，最后孟姜女终于到了长城，她到了长城后却找不到 instead 找不到她的先生，找不到她的丈夫好 Hello KTH， 像你们可能有的人在别的国家工作，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在别的国家工作的人，你的朋友不多，你赚的钱可能也不多，语言也不通，可能你也不习惯那个国家的文化跟风俗跟生活方式，那你在别的国家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吃很多苦，对不对？有很多同学他可能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工作，哎呀真不习惯，每天都吃苦吃苦。好，此时什么叫此时？这个时候，此时就是这个时候 this moment， 此时 this moment。 好，一个士兵，好，士兵也是军人的意思士兵好 soldier。 士兵这个词汇跟官兵不一样官兵是以前的时候用的词汇，士兵现在还可以用，你可以说士兵也是 soldier 的意思现在的词汇好，悄悄就是偷偷的，我告诉你悄悄就是不让别人知道，我只告诉你我告诉你偷偷的意思好，悄悄跟他说，你丈夫已经死了，被埋在了长城下。好 OK， 士兵因为他跟这个孟姜女的先生认识，所以他知道孟姜女的丈夫已经死了，偷偷的说，你丈夫已经死了，被埋就是 bury， 埋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土下面，土里面比如说人死了之后，我们要把它埋起来，对不对像狗，它会把骨头埋在土里，对不对好，被埋在了长城下。原来孟姜女的先生已经死了，难怪找不到他好，孟姜女伤心过度，吐了一口血，然后跪在城墙边哭了3天3夜。好，孟姜女的先生死了，孟姜女非常的伤心，过度就是 too much， 她伤心过度，非常非常伤心 OK， 好，伤心到吐血，吐血，如果你吐血了，
可能你的健康出了问题，对不对？或者身体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或者是事件所以吐血，吐了一口血，然后跪着 kneel 跪在城墙边哭了3天3夜，3个白天3个晚上，可见孟姜女真的很伤心，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再也回不来了，他早就死了好，她的哭声感动了天神。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知道孟姜女在城墙边哭了3天3夜，她的哭声哭声就是哭的声音，感动了天神 God， 天神God， 天神决定 decide 帮助她，天神 decided to help her。 好，天神决定帮助她。什么叫感动？就是对方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好可怜所以你会感动。孟姜女哭得很伤心，天神感动了，真的好可怜，孟姜女好可怜天神感动了。好，那天神呢双手一推，好，我们都知道天神有法力，对不对？他有魔法，他有 magic， 他有法力，所以他双手一推，啪，好，推倒了城墙的一角。好，这个万里长城城墙的一个角落 a corner of the great wall， 城墙的一角被推倒了好，天神双手一推，推倒了城墙一角。好，城墙倒后，孟姜女找到了丈夫的尸骨，把他带回了老家。好，城墙倒了之后，孟姜女找到了，因为她先生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很久。城墙倒之后，孟姜女就可以找到她先生的尸骨。什么叫尸骨呢？就是人死了很久之后会变成骨头而已，肉都腐烂了，没有肉了，只剩下骨头了，对不对？尸就是尸体 corpse， 骨就是骨头所以这个人死了很久之后就没有肉了，只剩下骨头了好，尸骨，把他带回了老家 hometown 老家。好 OK， 所以孟姜女呢还是非常爱她的丈夫，对不对？我觉得孟姜女真的很可怜，很辛苦蓝英老师记得你蓝英，你好蓝英。好，人们被孟姜女的爱感动，建了庙纪念孟姜女。这个故事也流传了好几千年。好，各位同学，她指的是孟姜女。孟姜女对丈夫的爱非常的深，所以人们觉得很感动。孟姜女这么爱她的先生，吃了不少苦，最后把她先生的尸骨带回了老家，所以他们决定建庙 temple， 建庙来纪念 remember， 纪念这个 in remembrance of 好，纪念孟姜女。什么时候用纪念呢？通常那个对象已经死了，所以你会盖一个东西去纪念那个人，让大家记得这个人很棒，做了很伟大的事情。所以这个纪念一般是用在已死去的一个伟大的人身上，纪念，让大家会记得他，纪念。好，这个故事也流传。好，什么叫流传？就是可能爷爷告诉爸爸，爸爸告诉儿子，儿子告诉孙子，一代一代传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比较像英文的这个 live on 或 pass， pass on， 这个故事也流传了好几千年 thousands of years， 好 所以孟姜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全名叫做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是母语者都知道的一个民间故事。老师也希望你们在学中文的时候听一下这些故事，这些故事算是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常识，
所以你们最好能够知道，那么你会对中华的文化更了解哦。好，那接下来老师有3个问题要问你们。第一个问题，问题1，孟姜女的丈夫去哪儿了？好，你们知道吗？孟姜女的丈夫去哪了？为什么他们新婚没有多久，他们会分开？那他先生去哪儿呢？好，好聪明哦，长城没有错。孟姜女的丈夫去长城了，不过他不是自己想去，他没有要去旅游，不是的，他是被谁抓走了？很好，被官兵抓走了，送去怎么样修建万里长城，对不对？好，各位同学，你们的答案是对的。孟姜女的丈夫被官兵抓走了，送去修建万里长城，所以孟姜女的丈夫去北方了，去万里长城了哦。好，你们都答对了，很好。好的，问题2，孟姜女为什么去北方？她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老家待着？她为什么要去北方？我们都知道，故事里告诉我们，冬天到了，孟姜女亲手做了冬衣。那她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去北方呢？好，那而且呢，从南方到北方，这个路途非常遥远，要吃很多苦才能够到啊。答对了，去找她的丈夫，因为孟姜女要去北方找她的丈夫，因为孟姜女要去北方找她的丈夫，而且孟姜女亲手做了冬衣，对不对？在路上吃了不少苦哦。对，她要送，很好，她要送到长城，她想把冬衣送到长城给她的丈夫穿，对不对？对，这个 Henny 也说得很好，因为许多年过去了，她一直没有收到先生的消息，所以她太思念她的先生了哦，所以她想要去北方找她的先生。好，问题3，谁推倒了城墙？谁推倒了城墙呢？好，这题蛮简单的，对不对？是谁推倒了？双手一推，城墙倒了一角。那是谁推倒了城墙呢？很好，答对了，天神。天神为什么要推倒城墙呢？因为孟姜女知道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吐了一口血，伤心过度，哭了3天3夜。孟姜女的哭声感动了天神，天神决定帮助她，对不对？所以天神双手一推，推倒了城墙一角。答对了，天神，很棒。OK， 好，很聪明，你们都有专心听我说故事哦。好，那么接下来每个词汇老师会念3遍，那么你可以跟老师一块念，而且找一下相对应的图片或照片。尸骨，尸骨，尸骨，柜，柜，柜，埋，埋，埋。好，去找一下哦，哪一个是埋，哪一个是尸骨，哪一个是柜哦。好，再来皇帝，皇帝，皇帝，感动，感动，感动，妙，妙，妙。好，这个很多人知道孟姜女对先生的爱，他们决定建庙来纪念孟姜女，对不对？好 ，OK， 那今天的故事你们喜欢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孟姜女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女性？她的爱，她对她先生的爱，她对她丈夫的爱很深，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喜不喜欢孟姜女？还是你觉得她很傻？还是你对孟姜女有别的想法？可以留言告诉我。好的，那么我们礼拜四见。礼拜四我们再继续的学习 HSK 的词汇。晚安喽，拜拜。